再来看看美国，在川普上任2.0这1个月以来，已经是个全新的美国，全新主导的国际局势。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还发出警语哦，大家小心一点哈。这个影片呢是出现在公家机关的。视讯很多电视，这个叫做美国住房城市发展部，所有电视都被放了个影片哦，说是 AI 的内容是川普在舔马斯克的脚趾，而且舔的方式用 AI 嘛，很恶心，真的很情色，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公部门发生这种事情？那该部的发言人说要展开调查，查到的人就要开除他。代表是内部的人放的。那其实会不会是他本来就已经要被开除的人呢？因为在美国的大裁员里头，马斯克所做的事情几乎犯了整个公务员的众怒。那到底是让民众觉得国家的人力可以被缩减，还是公务员都崩溃了？在国家公务员的员工把美国国旗倒着挂。那在当地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忌讳，也表示着对国家的不尊敬，甚至代表国家处在极度危险的状况里。但这个画面出现，因为要抗议，川普裁减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有1000个工作机会，所以把国旗倒挂，那导致整个旅游接下来出问题会很大。川普就说好，我会恢复50个工作人员的机会去管理公园。想想看，那公园有多大？但他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小小的比例而已，但政府效率部1/3员工内部也要，他是负责裁别人的，这个部门里面也有1/3员工说我要辞职，我不干了，拒绝帮马斯克拆除公共服务，因为让国家面临风险的变革。不过马斯克回的也很硬，他说你们不是辞职，你们是被开除了，比硬的啦。白宫又打破传统他甚至把媒体也分等了。你刚刚去访问了，其实现在台湾也蛮像的啦，但现在只是他直接宣布的，只有被钦点的媒体才可以近身采访川普，其他人不行。我在想，我们的总统看到会不会很羡慕，也想这样干，反映川普政府对传统媒体更不信任的态度。那么分裂的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现在冲突越来越剧烈的情况之下，现在川普只有一个旗。接旗而起，就是金钱嘛。那宣布我们开始，美国要来卖金卡啦。什么叫金卡呢？没有钱的移民全部赶出去，有钱的人欢迎来，只要用500万美金就可以卖，全球你什么人都可以，管你是俄罗斯、中国大陆哪里人都可以，敌人朋友，只要你有钱都可以来买金卡，成为在美国生活跟工作的权利。那以取代原本的各种移民的制度这个标价500万美元的金卡大概台币1.65亿元呐，能够卖给俄罗斯权贵吗？记者问，他说：我认识一些很好的俄罗斯权贵，的确有可能的。所以很简单，在川普的世界里，你有钱就可以当他的朋友，有钱就可以来美国，没钱的就要滚蛋去。所以川普说，如果那个另外非法居留者要登记，否则要罚款、坐牢、赶出去等等。配合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罚款，5000美元的罚款、坐牢，反而是一面的对于其他的人更加的严格。那本来说要大规模赶出去的，现在倒是比较减缓了，显然是有执行上的各种的困难，不如用利诱吧。金卡开始成为美国跟全世界兜售的一个武器跟商品。看看马克宏，刚刚当然前一段我们提到了2个人的会面有很有力的握手拥抱，可以看得出来马克宏很极力的要表示跟川普之间非常 close 亲密的关系。但2个漏网镜头被媒体报道了，一个是川普坐的位置被看到，川普坐中间，那另外一边是他的副总统 Vance， 马克宏坐哪里？另外一边挤到角落去。跟副总统角色是一样的吗？这其实在国家的元首的待遇上是很不礼貌的。第2个镜头是马克宏要离开白宫的时候，川普没有送他是用礼宾官来负责就好了呢。对于一个法国总统被这样直接送出去，很让大家特别瞩目啦。当然，刚刚我们画面已经看到了他们拔河式的握手，你握过来，我过来，很有力量问题是，这就代表肢体上想要亲密，实质上呢，马克宏示范欧洲跟川普打交道叫做先礼后兵，先软后硬吗？适度一直称川普亲爱的唐纳德然后又说美欧历史渊源非常重要。那川普说
欧洲力挺乌克兰是因为钱可以拿得回来。马克宏赶快说没有，我们是提供真正给的钱。接下来关税大战，显然马克宏一直要川普说你搞错对象了，你要对中国大陆做关税战就好了。他还说我希望我已经说服他了啊，不可能中国大陆跟欧洲同时开战，所以你去弄中国，不要弄欧洲啊，以免违背美国利益。我是不相信川普会听得进去了。您的不相信是有道理的哈，因为目前来讲，中美的贸易额大概在6000多亿美元，但是美欧的贸易额啊是15000多亿美元，这差很多哈。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这个美欧的贸易才是最大块的那块饼啊，肥肉1.5万亿美元，而中美的贸易啊也不过就是6000亿美元。当然，川普的眼睛还是盯着欧洲了，不会因为你马克龙讲了2句话，川普就改变他的论调跟方向啊。但是我觉得裁员本来就会引起不满，被裁的人当然会有不满，那不满他们要宣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也会发生的事。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裁的合不合理，裁的公不公平啊，还有就是未来的政府经过裁员之后会更有效能吗？还是更没有效能？然后民众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吗？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服务？政府省下来的钱是真的省下来吗？还是会有另外一种浪费？这一点大家都还不知道嘛，只知道裁，所以裁得大家人心惶惶，特别是联邦政府人心惶惶的情形下，那该不该安抚这些人？我觉得裁员有的时候也不要太残忍啊。该怎么安抚，该怎么照顾他们的后面，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做的。那有关于一些媒体、主流媒体、传统的媒体，被川普禁止排除在外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发起一个运动，这个是民进党最会搞的运动，就是你禁止我光荣。这民进党最喜欢玩这个游戏嘛，你越禁止我，我就越光荣。然后呢，就告诉大家说能够贴身这个到川普去采访的那些媒体，都是这个舔川牌，都是舔川的媒体，就我们这些人最有格调，所以我们绝对这个被拒绝、被禁止，我们觉得光荣的不得了，我们就是不愿意去采访他。我觉得你有这个格调，你就这样做嘛，不要在那边叫。不要在那边叫因为我看有些人就是什么你怎么样我光荣我反核我是人或者我什么那些人，我觉得你现在对台湾的发电你要负完全的责任好，川普想钱真的是想疯了。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美国的财政确实有问题了。各位想想，明年开始一年要付1万亿的利息，这个对美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很大压力很大。6万亿的收入要付掉1万亿，本金都还没还，剩下5000亿，5000亿中5万亿中8000亿要用在这个国防上，那你其他的还有退休金等等，我觉得美国政府他们压力很大，他们想要生钱变钱，所以关税再赚一点钱，然后再靠港费再赚一点钱，现在连这个绿卡都要赚钱，一张绿卡用1张金卡来换，500万拿给我，给你换。那谁最有可能去？贪官污吏、毒枭、犯罪、诈骗集团这些人都可以漂白了，成为美国的长期居留，还没有到公民。然后他说，这个得到长期居留的这个绿卡以后，看的公民就是一条很好的路了，这条路就可以看得很近了。所以等于是这些作奸犯科的诈骗集团的这些人，他有个归路了，有个归乡了，他都可以移民到美国去获得永久居留权。但是不过要弄清楚他的税要不要缴这些还是要弄清楚。好，我觉得马克龙不停的被羞辱，不过这个人倒是不改法国人的本色即使你再怎么羞辱我，我还是有办法跟你周旋。首先他被羞辱的第一点是什么呢？他希望联合国的安理会在他跟川普谈完了以后再召开因为他知道川普提的版本就是要让俄罗斯的入侵变成没有战争责任嘛，这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所以他要求
结果呢，在安理会的会前会，然后表决啊，这个法国的提案，结果失败了啊。那法国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所以维持早上9点钟，就礼拜一的早上9点钟，那么一样开会。结果这一开会就通过了美国的版本。那马克龙本来去美国跟川普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美国的想法，要说服川普的想法，等于是川普告诉你说你来也没用，我已经通过了啊，这一点，那等于是马克龙就被羞辱了，所以英国的首相就不去了啊，就改礼拜4去，免得被羞辱。第二个，各位你已经看到了啊，在这个座位上被放在川普的办公桌的咔咔角，你看他那个靠这样子，这多难看啊！只比吴去去好一点啊。一个法国的国家元首然后去当做川普办公桌里面咔咔角的一个小幕僚，这个不够羞辱吗？第3个羞辱就是你要离开白宫的时候，找一个最小的礼宾官送一送。我觉得连续3个被羞辱，你还能够当桥梁吗？难道你要忍辱负重吗？我觉得太可悲了。当然，马克龙看起来很努力在装自在，但真的很难自在了。那川普的全面开战也宣布3月份开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全面，虽然延后了，现在如期要来征收，反正要钱，全面都要就对了。彬哥，其实我觉得搞不好还有变数，这个都很难讲。川普这个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捉摸不定，他搞不好又因为什么东西又在推迟，因为上次也是这样。上次就在刚要执行之前突然就推迟，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也不用太早下定论，先看他到底会做到什么东西。那我觉得现在川普，我们早就说过，他这样子针对美国政府内部大刀阔斧的这样裁员，一定会招致很多的反噬。那现在慢慢陆陆续续这些反噬都出来，官司也就算了，然后这些直接在政府部门里头恶搞，但最恐怖的还没来。你要知道，这些公务人员他们都掌握很多机密。那如果这里头有几个到最后搞得跟史诺登一样，把这些机密带到国外去，或者在网络上散布，请问一下美国政府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有没有想过，当初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抗战结束之后，因为军队人数太庞大，负担太重，为了省钱，所以就大裁员。就大裁员之后，那些人没饭吃啊，回家也没工作啊，就到哪里去？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去，直接换制服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跟马斯克，你们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精简人事，也许是要为了财泰冗员。可是到最后，你有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局面？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现在才刚开始而已，未来还有很大的反扑会出现。那至于说他用金卡这一招，老实说啦。我个人认为效果不会很大，他还预计有100万张，这个也太夸张了。因为我讲实在话，真正有办法的人他根本不需要花这500万，他也有办法进去，他有用其他的管道。那反而是那一些很难取得身份的人，比如说他真的是毒枭啊，或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他才会利用这种方式。那不然的话，一般的人他可以用什么商业投资啊，或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他就可以进去啊，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去瞧。因为美国本来就资本主义社会，很多事情都是用钱就可以搞定。所以你说真的，100万张500万美金是多少？5兆美金你开什么玩笑？想疯。这我实在不太相信这种事。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干脆学中国好了，卖官好。每个官标价多少？这个官200万美金，那个官1000万美金，你要不要这样卖，看会不会有效？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有点异想天开啊，我觉得到最后收效是很有限。那导致他现在开始全力在打移民这个东西，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吗？其实他的动作已经不像他自己当初在选举讲那么雷厉风行，已经差很多了。对，没有那么强力，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感觉出来，也就是他如果真的像他所宣示的那样，一下子就把所有移民赶走，那美国社会要瘫痪。他没有人力可以补充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很麻烦的。才调公务员去补那些缺吗？好惨，不太可能啊！好惨。这个，所以呢，美国人大概也没办法接受这一点。那至于马克宏他是能屈能伸是没有错，可是我只担心他这样能屈能伸到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看起来川普并没有被他说服。
好，将军，现在在美国来讲，当然内部也有很多的隐隐在发动当中的冲突跟危机在当中。这个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欧亚集团做过一份研究哈，这个世界10大危机，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内战哈。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川普还没有选总统之前，德州就已经快要美国内战了。我觉得在2032年有2件世界危机。第一个是美国内战，第二个是行星撞地球哈。听说2032年有一颗小行星会撞到地球，那小行星撞到地球的几率还没有美国内战来的几率高。是。那这个金卡，大家不要小说500万，其实500万不贵耶啊，500万美金很便宜。我跟你讲，我讲给你听嘛。那有没有人会买？很多人会买。我们光台湾我列给你听哦。第一个这个黑熊省哦，黑熊省最近听说他才先出来，他从美国那边这个国际开发署拿了不少钱。你说他有没有钱？他有钱，他会不会想要买？我跟你讲，他绝对想要买。卖超丝蛋的，对不对？那时候对不对？1.75亿这个去买这个超丝蛋，你知道他会不会想买？现在来讲的话，官司还没查出来。然后这个小吃快筛，那时候也赚了不少钱。另外来讲的话，将军应该是酸吧？疫苗卖疫苗的，对不对哈？这个另外还有绿能光电的这些，我跟你讲，这些人对他来讲500万不是问题了，而且他急于想要。可怜的是我们这边这个连1万美金都花不起的人，到时候真的有了这个绿卡，他就坐飞机跑掉了，然后到美国去当美国公民去了。那我们就留下来在这边跟乌克兰一样，在这边这个参加抗中保台的战役，那买不起的人就在这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是这个钱多，钱一点都不多。那至于说马克宏、川普为什么羞辱他，我跟各位讲啊，尊严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你才有尊严哈。如果你没有这个大炮，你就达不了尊严。我跟各位讲啊，法国的军力有多少？法国军力，它陆军只有2个师，然后战车，大家都以为法国很强，我讲它战车只有222辆。那飞机它只有多少？阵风型的战机只有102架，然后甚至于它连美国的这种F-35战机都没有。海军它就是一艘这个4万吨级的，大概比照解放军075那种等级的戴高乐航母。除此之外，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一旦乌克兰战败来讲的话，德国也好不到哪去了。那这个数字来讲的话，我拿一个数据跟各位做个比较，你就知道法国军力有多强。波兰，我们讲波兰好了，波兰的战车是1010辆，等于说是法国的5倍的数量。那波兰都差得要死，这个波兰都紧张的要死，法国能不紧张吗？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早就看透你这个马克宏，你就是这么一点能耐嘛，你必须还是要靠我美国保护，所以他不断的羞辱他，这是可以预见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科技美中的对战或者是博弈喽。在科技这一块，机器人AI 啊，是人类下一个文明最重要关键的科技研发，关键胜负就在这里了。机器人现在已经可以打功夫了，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流畅的动作在功夫哎！记得有几年，这个老外看到中国人、亚洲面孔都问说：“你会不会功夫啊？”因为有李小龙的关系。现在机器人也可以，这是宇树科技官方微博最新公布的画面，它的流畅还有稳定、挥拳、踢腿、武打动作，重要的是它都保持平衡。这样的科技现在的竞争力太强了呀！中美大战开打，川普对于中国的晶片要加以管制。怎样的升级呢？包括了各种要到中国去的半导体的晶片，更严格的管制。辉达当然首当其冲，它的新的晶片的订单都激增啊。路透也说，中国当然辉达是黄仁勋特别讲，大家都以为说，因为DeepSeek 害它造成了这个竞争上面的弱势，因此股价掉了嘛。事实上，它却因此对辉达来讲是有帮助的，反而可以卖更多的晶片。但问题现在来了，路透社说啊，中国更多人采购没有错，但川普不让他买，还有各种的限制，准备要对他还有对 Amazon 通通都要祭出手腕来。DeepSeek 马上说要公布新一代的 AI 模型，速度更快 ，R2 马上要发布，原本计划5月初推出，但目前希望能更早，说不定我们接下来马上可以看到。不仅限于支援英文，有更多的语言，西班牙文吗？法文吗？甚至不同的这个
亚洲的国家的语言吗？我们非常的期待。但是呢，川普出手除了紧缩对中晶片的管制之外，辉达啦、日商、日本、荷兰的这个电子半导体的出口啊，都要加以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真的还要观察。川普啊，这个制裁啊，说会比拜登的制裁更厉害、更严格。下一个目标就是中芯了哦，日本公司东京电子、荷兰公司 Amazon 在中国进行维护设备，目前正讨论阻止哦，连维护设备都不行哦。那它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芯国际。中国领导的晶片制造商是华为的主要供应商，如果这样打，是不是真的实际会有影响力？对于美国想要管制的晶片流到中国的技术吗？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今天一早啊，就是标普500啊、纳斯达克指数啊，都已经连4次的跌到了1个月的新低了。早盘对于接下来的各种恐慌指数一直没有断过，川普上来了之后，但接下来川普要计划加强的限制中国晶片，大陆外交部的回应是会反噬自身，损人害己，他们也不会客气。接下来美中在科技这一块还有的战，但关税呢？中国的铜，接下来川普下令要对进口的铜展开国安调查，还要考虑是不是要征收关税。铜为什么有国安呢？可是跟它的这个半导体有关，不知道啦。总之，如何国安调查，但征税看起来只要他想要就会吗？问题是对方会有的反作用力跟反制也会很强大，还有包括货品、货船这个部分呢，先前提出来过，现在只是再加以签署，说包括中国拥有的船呐、悬挂第3国旗啦，每次访问到美国港口都要加收100万美元或者更多，反正凡事都是往收钱来看嘛。美国财政部长就警告了哟，对于美国来讲哦，中国是不能把通缩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这个意思是什么？哎呀，不要只是你们想要刺激消费，不是把它出口，应该想办法刺激你们本国的消费。我们美国在通膨，他呼吁呢，美国不要成为中国过剩产能的倾销市场。但问题是，美国现在的通膨也是它很大的问题。今天当然油价大跌，那金价大涨，那整个风险指数不也都在美国这一边吗？赖老师，美国到底能不能把大陆的半导体业者整个打趴？我觉得他要如愿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最近又传出一个消息啊，这是昨天传出来的，《金融时报》登的啊，英国的《金融时报》，他说华为的这个9100就麒麟9100C，已经它的良率已经从20%已经提升到40%了，所以它已经开始获利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因为它是做 AI 的，然后它的这个良率，他们的目标是要到60%。而这一款是可以跟就是英伟达的100来去 PK 的啊，这也是英伟达最好的一个晶片了。但是英伟达委托台积电可以做到60%以上啊，所以它那个台积电的获利更高，英伟达也因为这样子，它的供货量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就在华为已经突破了。那现在美国一看到华为的突破，中芯国际的突破，因为华为是委托中芯国际来帮他做代工的。那他们的突破会造成什么结果？他们现在就想从荷兰、想从日本下手。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一般来讲，我买机器设备，我都会买这个售后服务。那现在川普是打算叫这个荷兰不准他的工程师不准帮中国大陆的光刻机做维修，即使不只是这个最先进的，其实一般的也都不可以。那这个就会牵涉到这个违约的问题了。那未来的官司还有得打能不能如愿以偿？我觉得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手段来对付荷兰例如说，我们也看到荷兰的在欧洲的关键地位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贸易的转运站阿姆斯特丹。那如果说中国大陆把它改变成为汉堡，那情况对荷兰就不利了。那官司在打，然后这个转运也在打，然后跟荷兰的甚至日本的稀土，因为日本的半导体的原料或者日本的半导体其实还是需要稀土，没有稀土你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日本跟荷兰会不会完全屈服，我们是有待观察因为这个还要一段时间。至于您看到了这个宇树科技，因为宇树科技在当时这个企业家的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他接收到媒体记者的访问，他说宇树的这个 AI 的进步的速度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个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他估计在今年的年底，
那就会有更亮丽的产品出现。那目前它跟 Meta 已经在做合作嘛，在合作做什么呢？做家事机器人。那我们看到这个语速的进步的速度这么的快啊，我觉得他们推广进入加速机器人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而不要忘了，谁先占市场，谁就是赢家。我觉得现在是在比速度，而谁能够跟中国速度来比呢？我觉得出门如果带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感觉很有安全感。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保护你的。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围堵，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长期在拜登时代就这样做。现在川普做，说要更严格的做法，问题是有用吗？其实美国可能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大陆晶片的围堵不但刺激了中国大陆自身晶片的技术的增长，而且更好玩的就是，也因为它的围堵造成市场的短缺，反而让他们足以生存。你要知道，华为是委托中芯做，那中芯本来良率很低。大概只有20%，那20%理论上来讲就是亏钱，就亏钱在做。可是呢，因为就是美国制裁的关系，市场上晶片变很少，那市场晶片变很少，就变成即使它只有20%的良率，它还勉强可以过。那最近大陆那边有个好消息，就是中芯的良率已经经过这一年多，它提升到40%。哦，那很厉害。对啊，那提升到40%，就表示它开始可以赚钱了，你知道？就是以现在市场上晶片短缺的程度。所以它反而可以开始提高产能，然后去赚钱。那他现在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目标是要准备达到60%左右的良率，60%就是现在世界一流厂商差不多这样的良率。那请问一下，如果他能够达到这样良率的话，那你还要制裁他什么？你就很难制裁他，他自己就可以生存了，根本你制裁他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严师啊。就是不断的敦促这个学生，你要自立自强，你要自立自强。然后现在这个学生真的慢慢被他培养起来，快要站起来。那我就不知道美国这一招到底是为了中国好，还是为了美国好，这个就有点看不太懂。所以，而且因为他不给他光刻机，然后结果造成中国大陆现在都另辟蹊径，他想办法绕过光刻机，不用这个方式，想办法去做。那你想想看，如果他们现在用这些技术逐渐成熟的话，那未来它就是完全制成一个体系，你要拿什么东西去制裁它都没办法制裁，因为它根本跟你走不同一条路，可是殊途同归，还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艾斯摩真的是亏大了。那至于说铜这个东西呢，其实老实说，美国的铜产量其实比中国多，中国铜产量并没有很多，但中国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它精炼铜的产量很大。那精炼铜就是你要有相关的产业，要有技术。那美国现在想要去制裁这个东西，如果以输入美国的铜来说，是智利、加拿大、墨西哥这些比较多。那你要去抵制中国大陆的精炼铜，那是你自己倒霉，因为美国没有这个产业，还有污染的问题。对，所以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恐怕要想清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机器人不只是在工业用途，现在用在家庭生活上，越来越可能发生了。将军，我觉得这个今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这个语速科技的 H1 在春晚的表演但是那场表演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最好笑的是什么？是有一个人去学春晚，然后穿个小红棉袄，然后去学那个 H1 机器人的那个动作，就人学机器。那现在更好笑的是，现在居然机器人在学人的动作，然后学得越像，彼此互相，人学机器学得越像，大家拍手学，这个很精彩。但是机器学人，那动作很丝滑，跟人一样，也跟他拍手，都很精彩。他打的功夫很有气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是不会实现，而是很可能实现。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不要讲说是作战的时候拿这个机器人当武器，我们试想，假如说我们未来在我们生活上面，就像是我们刚刚聊天的有一个机器人跟在你身边，当然可以避免很多歹徒的威胁了也可以当你随身的秘书、随身的顾问，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问他随时可以提问。我觉得这是那人就全心在什么？将来未来的人可能全心在创新发展这种事情上面。刚
午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到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乌克兰的命运，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我见犹怜，大家都觉得乌克兰的处境现在真的是无比的艰难，而各国包括了中国大陆都在做好俄乌战争准备要结束的相关部署了吗？华春莹是中国大陆的副部长，现在被传出来，中国的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网站更新了，显示华春莹即将去接任这个国家合作秘书处的秘书长，直接布局在中东欧这里，把一个副部长摆在这里，代表着俄乌战事之后对于这里的这个关注程度。而联合国的五常呢，被说这个欧洲啊，现在态度跟美国态度完全不一样。但是说真的，嘴巴讲讲跟实际作为还是可以拿来做检验的。英国外长公开的讲，俄罗斯从2022 2月24号以后入侵乌克兰，那么美国跟盟友都禁止俄罗斯的央行啊、财政部进行交易啊，还冻结了至少有3000亿到35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的基金啊。那现在这些钱呢、资产呢，应该全部把它没收，全部拿到我们口袋里吗？那同时，川普又说欧洲是借钱给乌克兰。其实现在川普正在运作的事情，要让欧洲把对于俄罗斯所有的制裁跟戒严，是不是要把它全部解除了呢？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趋势。因此，当马克宏跑去跟川普见面的时候，看到画面上是马克宏把手搭在川普的手上啊，这段话讲什么啊？因为川普讲啊，你们要明白呀，这个欧洲正在贷款给乌克兰，欧洲你还会收回自己的钱，但我美国不会啊，等等。马克宏就搭他的手，没，不是这样的啊，靠过去，然后告诉他说，欧洲国家是付钱给乌克兰，不是贷款，不是借的哦。那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在计算的是能不能把成本收回来呀？美俄还有中罕见联手，安理会这个昨天我们看到的新闻结果是安理会通过的，乌克兰提一个案子，美国提一个案子，结果后来乌克兰的案子没有过关。后来是美国版本通过了，这个美国版本在安理会通过呢，英法5个欧洲理事国都弃权，其中没有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有相关的权益跟等等的议题，都站到了俄罗斯这一边。那么英法看起来在帮乌克兰吗？乌克兰版本没有过关啊，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常任理事国明明是可以否决的，有否决吗？没有啊，也只是弃权而已啊。所以嘴巴说的跟实际做的不用否决权，只是默默的让它过去。实际的所谓的公平正义，有在做特殊的决定或参与这个决定吗？其实也没有挡所以他们算不算是一种共识？某一种层面来讲，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乌克兰现在被说大势已去，礼拜五预计川普要跟泽连斯基见面，共同就要签署这个矿产协议了。一开始本来泽连斯基说怎么样都不肯签的，现在《金融时报》有个报道说，美国修订了相关条款，这个协议把要求要获得5000亿美元收益的条款给删除了。那这个方向删除之后，对对泽连斯基来讲，对乌克兰讲会比较有利吗？我们持续观察，因为泽连斯基说不会签署由10代乌克兰人支付的矿产协议，等于就是一个负债10辈子都还不完他说拒绝承认欠了美国巨债，你不是美国人说要给我的吗？明明是你自己要支援要给的，现在变成欠款了吗？但如今现在要同意签署了。那为什么？难道是跟美国说要查金元不见了有关？因为乌克兰总统一度曾经讲3兆美元不见了等等的。那现在美国要查，说泽连斯基把美国的钱不知道哪去了，要加以去调查。那进一步也有要求他下台重新选举的这个声音。结果在乌克兰的国会呢，特别提这个法案说，你美俄都说我们总统没有合法性，他们特别提个法案说，请我们国会一起支持我们自己的总统，支持泽连斯基具有合法性。结果这个决议文呢，没有过最低门槛的，应该226票过关，最后的结论只有218票。代表呢，连乌克兰国会都没有办法同意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合法执政民主性吗？当然，俄罗斯也开了一个最新的停战条件。昨天在我们节目上已经大概提到了一些，是由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说的，每一条都很狠。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的话，谈判呢有几个要求，包括乌克兰军队必须投降。
基辅完全或部分地区要割让，包括了俄罗斯所占领的乌东4州啊。等等的这些地方，还有乌克兰宣布不再加入北约，还有一个主张叫做去纳粹的新政权，这每一个都影响了整个乌克兰的生存，还有整个土地人民的接下来条件，加上美国还要插进来要资源哦，所以美国挺俄罗斯去割裂，要跟中俄的关系产生这个分化吗？看起来显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普京跟习近平的视讯会议跟通话里。表示双方关系仍然非常的稳固。那《纽约时报》是说呢，川普在战争问题上这么偏向普京，会让人猜测华盛顿的目的是为了分裂俄罗斯和中国。但问题是，好像办不到包括了普京也罕见赞成川普提的，稀土跟铝可以呀，没问题。那个泽伦斯基不帮你开采，乌克兰有一些变数，俄罗斯在帮你开采。所以根据这个数据里头呢，如果俄罗斯加入的话，各种稀土产业说不定还反而比较符合川普的需求。所以这个条文的修改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呢？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英国的外长提出来的有关于说要没收，要尽快的没收俄国的这个资产，做不到。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这一次在跟普丁对话的时候，已经明白的说，川普吗？对，这个法国的总统这个见川普的时候，对，见川普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白的说了而且也接受这个媒体记者也很明白的说，有关于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是违法的。当然，所以英国的外长讲的话，那法国的总统一定会否决，这个我想，英国的外长只是做一个表态，意义不大了现在的情况是，《纽约时报》他很担心，而且事实上，法国的《世界报》在巴黎，在欧洲是蛮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份《世界报》它在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文章，他认为。美国跟俄国结成统一战线，然后在联合国大会里面跟欧盟、乌克兰就直接对抗了就已经分裂了。那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中是很罕见的，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有2个重要的会议，一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没有决策力，但是它可以表达出国际的舆论的倾向在这个部分里面，这个乌克兰。跟欧盟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议案通过了，美国、俄罗斯他们反对，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在联合国大会中对俄国的界定是侵略的而且呢要他立即撤兵。可是我们在强调这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是美国却站在俄国这边来反对乌克兰跟这个欧盟所提出来的这个议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安理会有决策力的。安理会里面有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法案，竟然法国跟英国却不敢反对，因为他的法案里面，而且这有决策力的就是说要停火，而且没有谴责俄罗斯是入侵，只说变成是一个冲突，而且要为那个死亡者哀悼。那死亡者是双方的死亡者哀悼，所以等于是战争的责任已经不在俄罗斯了，而且俄罗斯不是入侵者。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那既然战争不在俄罗斯，俄罗斯不是入侵者，而且要立刻停火，那你外籍佣兵也好，美国、北约还能够再把他的教官派到乌克兰去打仗吗？这就是一个问题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战争责任里面等于是不能够追究俄国的战争责任。目前美国对于俄国的这个制裁，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基本的前提，然后来去解除制裁？这个对于历史上我们看到2次大战以后，欧盟跟美国竟然是对手，是分裂的所以他们认为美欧的分裂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而这个裂痕很有可能会越撕越开最新的一个资料出现了，就是您有提到228刚刚跟台湾没关了刚好见面的对，2月28号，泽连斯基要去贡献他的这个土地了也就是说，他特别跑去华盛顿附近请罪，因为原本是财长要去基辅跟他签，那个泽连斯基不肯签，人家上门去叫你签，你不签。对，然后后来说那到慕尼黑跟他们的副总统签，他还是拒绝签，所以才提出不能够让10代人这个受苦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当时是5000亿美元
5000亿。现在传出来的是这个泽连斯基，因为《金融时报》还慢了一点了，因为更新的了更新的是川普自己泄露的。那也就是说，泽连斯基这次贡献出来的这个土地矿产有多少呢？川普说1兆美元，哇，5000亿再加1倍了，1兆美元。所以等于是泽连斯基要卖掉乌克兰20代人。你在拖是不是？你在拒绝是不是？我就给你 double。对，就是要卖掉20代人，而且没有安全保障。那所以大家看，泽连斯基如果到美国去奉上这些土地，那川普当然不会给大家看文本。可是川普在今天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那么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说，他们目前的估价是值1万美元。当然，川普的价钱随便开了，因为他有时候讲1000亿，有时候讲3000亿随便他开。但是他现在讲的是1万亿了。那你想，如果说是真的没有上限的话，那估计是1万亿美元的话，那等于是泽连斯基出卖了这个乌克兰人20代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要负完全责任的总统了。这个总统懦弱无能到这个地步，难怪他在他的国会中没有得到这个承认他的总统的合法性，因为他要求国会承认他总统的合法性被否决了。叫你跪不跪，那叫你付钱就付钱，结果现在的下场，哎，明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英法连否决都不敢否决，就知道了，英法在打假球嘛。你看马克龙跑去了，看起来跟川普好像相谈甚欢。那表面上，他有去纠正川普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说欧洲都是借给他们的，他说不是，然后说那个美国付出的比欧洲多，他也打枪说没有，是我欧洲付出比你多，但那又怎样？对啊，川普根本理都不理你啊，他也是走他自己要走的路啊。那如果说英法真的像他们自己讲的这么对乌克兰有责任心，这么想要自己来捍卫欧洲的话，他在安理会他有否决权啊，他就直接否决就好了，他也不敢。那所以在干嘛？就表示他们只想借由外交斡旋的方式，也不是真的为了乌克兰，只是要维持自己国家的颜面而已。讲实在话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对乌克兰当然就非常非常不妙，因为看起来已经没有人要帮他，大家就只是站在旁边看，只是想要在这个局势当中看怎么样尽量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已。那泽连斯基，我觉得他们乌克兰国会做的方式也非常不高明。如果你今天这个提案真的是为了力挺泽连斯基的话，你们私底下国会自己私底下都可以联系了。你先去探寻，如果票数够，你才能提这个案嘛。你票数不够，这样出来不是更丢脸？你这样出来等于是告诉全世界，抱歉，我们也不信任他。那怎么玩？因为美俄已经都指责说你泽连斯基，因为你冻结选举，你根本就没有代表性。对，那现在不是更坐实这一点，表示乌克兰国会也是不信任他嘛？那怎么办？所以乌克兰现在局势真的非常糟。你说现在我除掉5000亿的上限，那又如何呢？你去了那边之后，如果礼拜五真的他去跟川普泽连斯基签了这个矿产协议，那老实说，以后就是这个协议的怎么定义，就由美国来定义了。真的，因为你没有上限了，就由他来定义了。那就是看美国跟俄罗斯怎么瞧，而不是你乌克兰有任何决议，或是乌克兰有任何扭转情势的空间了。所以这真的非常糟糕哦。那俄罗斯现在就是得理不饶人啊。那既然这场战争眼看说我赢了，你美国也愿意让步，那我能要多少就要多少。那这么苛刻的条件，你有没有注意到俄罗斯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川普并没有反对的意思？这个非常恐怖，这看起来就是直接要把乌克兰卖掉。那乌克兰完全对这种好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那俄罗斯甚至说，他的稀土比我少，我比他更多，那你干脆来我这边开采。那问题是俄罗斯自己他为什么不开采？他没有这个能力。那所以到最后这谁来开采？你知道？我看9成9是中国来开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是什么形成一个状况？就是我看台湾很多人在幻想说，美国现在是要联俄制中啊。我看川普的构思搞不好是美中俄三国联盟因为你看这次在安理会里头，中国跟俄罗斯都投美国的提案，他赞成
这代表什么？连北韩都赞成，所以这代表什么状况？我看整个局势非常不妙，欧洲人真的要想清楚，美国人好像跟你们渐行渐远。真的很难想象哦，过去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现在手牵手心连心。将军啊，我们真的就忍不住帮乌克兰想，当初就是为一个面子 kimochi， 我非要加入北约不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3年多以来，国破家亡，人民流离，那现在的结果会更惨。其实浅秋这场战争我一直观察很久，当初泽伦斯基为什么要加入北约？因为他有个弊案被掀出来了嘛，他很多贪污案子这个被掀出来以后，这个人民大概就对他投下不信任的票，然后他为了说是转移民众的焦点，转移国内的焦点，所以他在宪法里面说要加入北约。这场战是因为这个原因惹出来的，因为他的这个人民公仆党里面很多的这个贪污的案件，那时候被康出来。那现在俄罗斯提出这个条件哈，说除了乌东4州他要之外，他还要敖德萨。其实我不意外，因为这件事情我早就讲过了哈。我认为他不只是要乌东4州，他直接要到涅伯河以东，他都要那块地方。那这个敖德萨为什么我说他一定会要敖德萨呢？因为敖德萨一开始开战的时候，俄罗斯就打敖德萨，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讲说蛇岛那场战役里面，那最后他实在是因为没有吞下去，所以才退回去。退回去以后，他的下场是什么？他下场就是他的黑海舰队被歼灭了嘛。我们都知道莫斯科号巡洋舰大概在开战才2-3个月就被打沉了，后续还有很多黑海舰队。他现在黑海舰队的基地已经不能够在克里米亚那个半岛，他退到后面去。那各位，你试想看看，这个普京讲这句话他说这个俄罗斯有很多的这个稀土，有很多矿产，那你要我给你，我还可以协助你开采。你认为普京讲这话是真心讲的吗？我跟各位说，大家不要忘了，顿巴斯以前称之为什么？称之为这个苏联时期，它是苏联的心脏地区啊。为什么讲它是心脏地区？因为它有很好的公路交通的路线以外，它还有很好的矿产在这个地方，所以它矿产就是在顿巴斯。大家记不记得开战有个地方有场战役很有名，叫做亚速钢铁厂，在那边打了2-3个月。那个我们形容的地底下4层5层那么深，这个坚若一个坚不可破的一个阵地，最后也是被打破了。那亚速钢铁厂为什么这么就代表它很多的钢铁在那边炼嘛？它为什么在那边盖亚速钢铁厂？就代表它很多矿产在这个地方。那现在来讲的话，你想想看这些地方，我们刚刚讲的乌东4州，整个最精华的工业区都被这个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军队所控领。那你想想看，普京讲这种话，我觉得他是在消遣川普了。你要我帮你，那你要不要给你，还要经过我同意的，因为我现在部队在这边。这特别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泽伦斯基去答应这事情，那我试问一下，你前线官兵，你第一线官兵心里说士气还有吗？你不就是承认自己打了败仗吗？当一个部队里面，你承认这个我们的统帅承认自己打了败仗，他在前面士气会更加低落。卖命吗？那根本就打不下去了。所以紧接着下来，很可能是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会发生。所以普京讲说你要投降，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讲的话，是真的，他要他投降，而且普京认为他有这个能力打到你投降。所以后面来讲的话，我真的是替乌克兰的这个人民啊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舍。光是怎么这个国家恢复都还是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先负债累累了。